末日警報響起後，全程廣播只剩下一句話：立刻進入地下避難所。可不到10分鐘，3張病床先被推進了我的急診室，3個人全都是從地下站送回來的。他們沒有明顯外傷，也不像吸入大量火山灰，血氧卻一個比一個低。周木生看着監測器皺眉，3個人，同一種狀況。我把救護車記錄拉到面前，先看他們從哪裡來。3份記錄的共同點只有一個：地下低處。不是同一個座位，也不是同一種病史。我把救護車帶回的空氣監測資料調出來，幾個異常數值都集中在他們被抬出地下站之前。別只測急診門口，我把院內通訊打開，地下停車場12樓、22樓，同時測。不要等我回復，數值直接傳過來。這一次，我要看的不是病人，而是整棟樓。第一組數字跳出來時，地下停車場最差。第二組再傳來，差距更明顯。高度越低，空氣惡化的越快。22樓雖然也受影響，卻還在可以控制的範圍。周木生低聲問我：“你懷疑廣播叫大家去的地方，現在反而最危險？”我沒有立刻回答，只把4組資料排在一起。這不是一個可以靠直覺下結論的時候，但數字已經開始指向同一個方向。手機就在這時響了，父親的聲音比平常更硬。顧念，車在樓下。20分鐘後，顧家的私人避難所封門，只等你一個。窗外警報還在響，樓下的人卻全在往地下跑。我看着熒幕上那條一路往低處惡化的曲線，手指停在掛斷鍵上。父親替我留了一個位置，可我現在真正需要回答的是那個位置到底安不安全？我不下去，我先給了父親答案。你現在立刻查私人避難所的獨立通風數據，別只看設備顯示正常。電話那頭沉了2秒，他顯然沒想到我會在這種時候拒絕。父親壓低聲音。外面已經亂了，顧家的設備是按最高規格做的。我把地下停車場的最新數值報給他，最高規格也改不了他在地下。先查，再談我去不去。電話一掛，我把資料直接送進城市緊急避難中心。方志遠接上線後，我沒有繞圈。3名地下避難者缺氧昏迷，院內不同高度的空氣數值正在拉開。我要求暫停全面往地下的指令。方志遠的回復很快，也很冷靜。顧醫師，我有你的資料，但這是一家醫院的局部監測。我要改的是全市命令，不能只靠一組現場數據。他不是不相信我，他是不敢讓一個錯誤判斷帶着全城亂跑。那至少讓我們自行撤，我說。對面停了一下，院內怎麼處理，由你們自行判斷。我會把資料往上報，但全市指令暫時不變，這已經是我能拿到的最大空間。既然官方不改令，我就只剩一個問題：醫院裡的人能去哪裡？我翻出舊感染科改建資料，停在高位進氣與樓層隔離那一頁。20層以上，還有一套不經地下管線的進氣路徑。秦昭妍很快確認了設施狀況，手動隔離還能用。備援電力也在。我問的只有一句：能不能先撐住幾個小時？他點頭。那就夠了。我把樓層圖推到桌中央，通知周木生和值班主管。從現在開始，不往地下。我們把病人往20層以上撤，全程都在向下走，而我決定帶着一整層人往上。值班區的人到齊後，我直接把決定說了。可移動病患往20層以上撤，重症優先保留電梯，其他人走指定樓梯。周木生接過病患名單，秦昭妍轉身去輕動線。第一個反對聲立刻從家屬那邊冒出來。廣播明明叫我們去地下，你現在要帶人往樓上。另一名管理人員也提醒我，如果判斷錯了，院方要承擔全部責任。我沒有跟任何人爭誰比較有權威，只把2組監測資料投到熒幕上。這是地下停車場，這是22樓。你們可以不同意我，但數字不會因為廣播還沒改就停下來。
有人追問：那你呢？把病人送上去，你自己是不是要去私人避難所？我搖頭，我跟病人一起上去。只要這條撤離線還在跑，我不離開隊伍。這句話之後，第一張病床終於動了。秦昭妍把一條樓梯改成只上不下，另一側只留給工作人員回程，電梯則只運不能走樓梯的重症。原本堵在門口的人開始真正移動。周木生一邊分流，一邊提醒我，呼吸狀態不穩的先走，能坐輪椅的下一批。我仍然習慣把每一張轉移單接過來再看一次，哪個病人能不能上，要不要多帶一組設備，我都想自己確認。前兩批還勉強跟得上，第三批開始慢了。走廊裡病床排成一線，家屬抱着東西站在牆邊等，所有人都在等同一件事，等我點頭。秦昭妍從樓梯口回來，動線已經空了，現在不是路堵，是決策堵。我抬頭才發現，真正卡住撤離的不是設備，也不是人群，而是我自己。偏偏這時，一名原本還能自己坐起來的老人呼吸突然急了。周木生把病床往前一推，顧念，再等你確認，他就要錯過最適合的轉移時間。我第一次被迫承認，什麼都抓在手裡，並不等於更安全。周木生站在我面前，沒有給我回避的時間。你要救的是一棟樓的人，不是證明每一件事都只能由你決定。這句話很重，可他說的對。我把分流表直接交到他手裡，從現在開始，醫療轉移你決定，只要符合條件，不用等我簽。接着我轉向秦昭妍，樓梯、門禁、批次順序全部交給你。秦昭妍只問：你抓什麼？我把手放在空氣監測與備源電力的螢幕前，空氣、電力、撤離優先級。這三件事出問題才找我。第一次，我把一半以上的控制權交了出去，效果幾乎立刻出現。周木生不再等我的確認，病患按狀態分流。秦昭妍把每個轉角都變成單向節點。原本塞滿走廊的人開始像一條真正能流動的隊伍。那名差點延誤的老人被優先送上去。電梯門合上前，周木生只朝我點了一下頭。我沒有再追問細節，轉身去看下一組空氣數據。第一批病患抵達22樓後，安全區回報氧氣與通風仍穩定。我這才讓肩膀放鬆一點。這不是勝利，只是我們終於把第一批人送到了目前最安全的位置。下一秒，地下停車場的警報整片轉紅。秦昭妍把畫面切到我面前，低層調得很快，那條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曲線，正在證明我們往上的方向沒有錯。可這也代表另一件事，現在還在地下的人，時間比我們想的更少。我拿起手機，第一個撥給父親。父親一接起來，我就說：現在去看私人避難所的循環系統，不要再看門禁，不要看備用糧，只看通風。地下停車場的紅色警報還在我面前閃。他剛要反駁，電話那頭先響起一串設備提示音。幾秒後，父親的聲音變了，循環系統在報警。那一刻，他終於不再跟我爭私人設施是不是更高級。停電加上外部氣體負荷，讓那套地下系統超出原本設計。所謂只等我一個人的安全位置，還沒真正封門，就先失去了最重要的功能。立刻撤出，我說。父親沉默了一下，地面低處也不安全，最近能進的是市政地下站。我閉了閉眼，那正是我最不想聽見的答案。他們沒有足夠時間去更遠的地方，只能轉進最近的市政地下避難站。我知道那個決定不是父親相信地下安全，而是眼下沒有第二條能走的路。高樓這邊暫時穩住了，父親卻進了我最擔心的區域。周木生看了我一眼，要不要先把這裡交給我，你去接他？我搖頭。現在最不能做的，就是只為一個人改掉整個撤離節奏。不到幾分鐘，市政地下站主動打進醫院。電話一接通，
背景裡全是咳嗽和催促聲。對方只說了第一句，我就知道最壞的情況來了，我們這裡開始有人撐不住了。地下站回報70多人陸續頭痛、噁心，有些人已經意識混亂。最關鍵的一句是被原通風撐不到半小時，我的目光停在倒數時間上，這已經不是要不要救的問題，是怎麼救。秦昭言把一張舊設施圖攤到桌上，手指落在兩棟建築之間，這裡以前有維修通道，封很久了，但結構還在，從地下站到醫院，終於出現一條不用走外面的路。周木生卻先把圖按住，直接開，污染就可能順着通道灌進來。樓上40多名病患和家屬怎麼辦？他沒有阻止救人，他是在提醒我，我手上已經有另一群人的命。我盯着那條舊通道，沒有拿父親當理由。父親在下面，只能算70多人中的一個。如果因為他在那裡，我就把樓上所有人推進未知風險，那跟我反對的身份排序沒有區別。先不開，我說，把地下站剩餘通風時間、病患狀況、通道結構全部給我。秦昭言去查門，周木生繼續守高樓，我把所有數據排到同一個畫面上。時間每少1分鐘，地下的人就更接近失控，可通道一旦處理錯誤，高樓也可能一起失守。我第一次清楚感覺到，這不是選哪一邊，而是必須找到一個讓兩邊都不被犧牲的方法。秦昭言很快回報，維修通道前面連着舊感染科隔離走廊。我抬頭，雙門還在，他點頭，手動機構也還在，那是今晚第一個真正可能改變局面的消息。我把舊感染科圖紙重新調出來。如果每次只開一扇門，就能讓兩個空間不直接相通。現在只剩最後一件事要算，我們到底來不來得及把70多人送過去？舊感染科的雙門隔離還能手動操作，這代表通道不是只能全開或全關。我把地下站人數、剩餘通風時間和每一批可能通過的速度列在一起。秦昭言站在旁邊等我算完。我劃掉第一個方案，又把第二批人數往下調。雙門任何一次同時打開，都可能把低處空氣直接送進安全區，所以我們不能靠搶時間破壞隔離。最後的結果很難看，卻很清楚，只有一次完整轉移窗口。做慢了，地下通風先失效；做亂了，高樓也會被拖下去。失敗之後，沒有第二次重來的餘地。周木生問我，你要下去？我把高樓醫療總表推給他，這裡交給你。從現在開始，樓上所有病患由你決定，不要等我。這次我沒有半點猶豫。他接過表，只說，那你就別在下面替我操心。我笑不出來，只回了一句，你也別替我做決定，這不是玩笑。是我們第一次真正把彼此的責任交清楚。我拿上空氣監測器，秦昭言帶着設施圖，我們往低樓層走。越往下，警報聲越密，空氣數值也越難看。站在第一道隔離門前，我把監測器舉到眼前。照分組走，每次只開一扇門。我報數值，你控人。秦昭言點頭。我按下通訊，第一批準備。開門。第一道門打開時，我沒有看人群，只盯着監測器。數值還在我們能放行的安全範圍內。我抬手，第一批進。秦昭言按分組放人，門一關，第二道才開始打開。第一批人穿過隔離段後，樓上的周木生立刻接入醫療分流。通訊裡傳來他的聲音：第一批到了，狀態能控。這是整套方案第一次真正被證明能走。地下人群看見前面的人成功，原本緊繃的隊伍終於開始往前。有人扶着牆，有人攙着身邊的人，所有人的視線都粘在那兩扇門上。第二批正準備移動，地下站的通風機突然停了。那個聲音消失得太突然，反而比警報更可怕。後面立刻有人喊：沒縫了，快走！原本排好的線瞬間向前擠，有人越過標線，
第二批還沒完全進入隔離段，後面的人就開始往門口衝。只要兩扇門在混亂裡同時開啟，前面所有努力都會白費。秦昭言一步擋到線前，硬把動線截住。我把手放在門控上，沒有再催第二批。人群越吵，我越不能讓門跟着他們的恐慌走。第一批成功只證明方案可行，卻沒證明70個人都能保持秩序。現在真正要救的，除了空氣裡的人，還有這條快被恐懼撕碎的隊伍。全部停！我關掉放行指示，讓兩扇門都保持關閉。人群裡有人喊我瘋了，我直接把規則說清楚，只要有人越線，整個隔離門停止開啟。有人急得拍門，再等就沒空氣了。我回他，你現在擠開這扇門，死的不是你一個，是上面和下面一起。秦昭言站在線前，沒有讓任何人再往前一步。幾秒鐘後，最前面的人先退回標線，接着是第二個、第三個。恐慌沒有消失，但所有人終於明白，這扇門不是靠搶就能快一點。我重新開啟第一道門，第二批按原分組進，隊伍再次動起來，而且比剛才更安靜。這一次，每個人都盯着前面那組，而不是只盯着自己。可心的問題很快出現。一名老人走得太慢，他每一步都要停一下，整組人的速度跟着往下掉。後面有人開始喊，讓能走的人先走，別全卡在這裡。這句話一出，周圍幾個人也跟着動搖。眼前不是誰有沒有道理，而是時間真的正在減少。如果我只說不能丟下他，卻拿不出能繼續走的方法，秩序很快又會崩。我看着老人，又看向這一批裡體力最好的幾個人。下一個決定會告訴所有人，我前面說的規則，到底只是口號，還是真的要守到底？不丟人，也不停隊，我重新排了這一批，把2名體力較好的人調到老人身邊，你們扶他，其他人保持原順序。門的節奏不變。有人還想爭，我只問，你要更快，還是要所有人都能繼續走？沒有人再出聲。2個人一左一右扶住老人，隊伍重新向前，而且沒有拖到雙門必須延長開啟時間。父親就在下一批。他身邊一名故事高層往前一步，父親本能的抬手，像是想讓他先過。可他的目光落到前面那個老人身上，動作停住了。幾秒後，父親走到老人另一側，接過其中一人的手臂。我來，他沒有看我，也沒有再提顧家的名單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在真正的生死排序前，把身份放到後面。老人被穩穩扶過隔離段，後面的隊伍也跟着動。父親從我身邊經過時，只說了一句：“你算你的，我扶我的。”我沒有回答，只把下一批放行時間往前壓。就在這時，外側監測值開始快速上升，原本緩慢變壞的曲線突然變陡，新的氣體團已經進入地下連通層。秦昭言看向我，剩下最後10多人。我盯着數字，重新計算每批間隔。能縮的只能是等待時間，不能是雙門隔離。最後幾分鐘到了，現在任何一次錯誤都不會再有修正機會。最後10多人開始轉移時，我把每批間隔壓到最低，但規則沒有變，第一道門關死，第二道門才能開。誰都不能為了快，把2個空間直接打通。1批、2批，人數快速減少。顧廷珊扶着老人和最後幾名工作人員進入第一道門。我站在外側重新數了一遍，確定沒有人落在後面。監測器就在這時全面跳紅。秦昭言的聲音從內側傳來：“顧念，關門。”我抬手示意他先關內門，外門還不能動，因為最後一個人還在標線外。那個人踉蹌着往前，我沒有出去拉他，也沒有打開第2道門。我只盯着他和標線之間最後幾步，因為任何多餘動作都可能讓門控順序被打亂。過線，
我喊。最後一隻腳跨進隔離段的瞬間，我立刻拉下機械封鎖桿。沉重的門往下鎖死，外面的警報聲像被硬生生切掉一半。幾乎同一時間，外側監測器失去訊號，螢幕只剩一片無回傳。我站在門內，沒有再嘗試打開它。低樓層從這一刻起正式被我們放棄。通訊裡傳來周木生的聲音，最後一批到了。我抬頭看向高樓安全區的數值，氧氣與通風數值都還穩定。70多人全部轉移完成，樓上原本的病患也沒有因這次救援失去安全。父親在人群另一端扶着老人坐下，我們隔着一整條走廊對上視線，誰都沒有說話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允許自己承認，今晚最危險的一段撐過去了。不是因為我們找到了最昂貴的避難所，而是因為每一步都有人願意守住。清晨的天還是灰的，第一批從內陸來的救援車隊卻已經接近醫院。城市緊急避難中心也重新打來電話，這一次方志遠沒有再跟我爭同一件事。多個區域都回報了低處氣體累積，他說臨時指引已經修改，不再要求所有人一律進地下，改成依區域氣體和建築通風條件分流。我只回了一句，越快越好。附近社區很快依新指引提前轉往高樓，沒有再等地下站出現同樣的症狀。昨晚那些讓我一遍遍解釋的數據，終於變成能替更多人爭取時間的規則。父親之後找到我，把一份故事旗下建築和備援資源資料放到桌上。他沒有再說哪一間是留給顧家，也沒有再告訴我應該去哪裡，只問這些地方你想怎麼用。我翻開名單，上面原本最醒目的是人名和資格。看了幾秒，我把整張紙翻到背面，重新寫：氧氣、飲水、備援電力、樓層高度、可容納人數、需要優先轉移的病患。周木生站在旁邊看了一眼，這不是避難名單了。我把筆蓋合上，本來就不該先寫名字。父親沒有反駁，只把剩下的建築資料一起推給我。末日沒有因為天亮就結束，城市也遠遠沒有恢復正常。可我已經不再想找一個只讓自己活下來的位置。我想建立的是一套方法，下一次警報響起時，更多人能知道真正該往哪裡走。